5月13号呢，美国總統特朗普呢正在北京開展國事訪問。就在這一關鍵節點上，澤連斯基呢在布加勒斯特舉辦的峰會上公開發聲，直言希望美方借助此次訪華契機，向中方提議推進俄烏衝突停火和解相關議題。一直以來完全依附西方援助生存的烏克蘭當局，此次偏偏把和平希望寄托於中國，背後的原因值得細細推敲。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過去的1年多時間裡邊，特朗普呢多次高調對外宣稱自己有能力短時間內徹底解決俄烏爭端，這也是呢他對外標榜的一個核心的外交的政績。他甚至在就任之前就放話說能在24小時結束俄烏衝突，後續呢也主導過一次為期3天的這個臨時停火。可是呢，停火協議剛落地，俄烏雙方呢就重啟大規模的這個交火。這次停火呢徹底淪為一個形式，沒有起到任何的這種實質性的這個止戰的作用。說白了，美國呢單方面的牽頭斡旋俄烏衝突的路已經徹底走不通了。烏克蘭此時呢主動向中國釋放這個求和的信號，本質上就是間接的承認說只靠美國根本沒辦法平息這場戰爭。今年4月呢爆發的這個中東危機，更是讓烏克蘭徹底就轉變對華態度的一個直接的參照物。那麼當時美國向伊朗下達了一個最後的通牒，要求伊朗呢必須在4月7號晚上8點前接受停火條件，否則將面臨這個全方位的这個軍事打擊。雙方呢對峙一度升級到這種白熱化的狀態。據《紐約時報》呢援引3名伊朗官員的消息證實，說危機期間呢，巴基斯坦呢率先開展這個密集的外交斡旋，中方也在最後的關鍵階段介入到調停。那麼耐心的勸說伊朗呢保持克制，靈活應對局勢。美聯社呢也援引參與這個斡旋國家官員的這個消息表態，說此次美伊能夠最終達成停火協議，離不開這個中方與美方相關負責人的分頭協調溝通。北京時間的4月8號凌晨呢，距離美國設定的最後期限僅剩不到1個半小時了。美伊雙方呢先後宣布同意停火。那麼雙方呢定於4月10號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啟動正式的談判。那麼這場中東危機呢之所以陷入僵局，它的核心的問題在於美國提出的這個核相關訴求缺乏扎實證據支撐雙方談判呢始終寸步不讓。中方呢在整個的斡旋過程當中，他沒有偏袒任何一方，全程通過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中立國渠道耐心的溝通斡旋，在局勢最關鍵的節點發力，成功的推動了局勢的緩和。這種不強勢對抗，也不冷眼旁觀的這種中立的斡旋方式，那讓這個對峙雙方都保住了體面，有台階可下。雖說俄烏衝突和中東危機本質截然不同，俄烏呢是鄰國之間持續4年的全面戰爭，中東危機呢則是美國牽頭軍事行動引發這個地區對峙。但是呢，這個2場危機它有一個核心的共同點，一旦局勢陷入到徹底的僵局，交戰各方都需要一位有足夠國際分量、立場絕對中立的第三方的大國出面打破僵局。而烏克蘭當局呢也認準了中國就是最合適的那個第三方的斡旋的角色。那麼我們呢再回看到俄烏戰場的本身，持續4年的戰爭，當下局勢早已經明朗了。今年1月14號，烏克蘭的新任國防部長這個費多羅夫呢在議會聽證會上親口披露了一組觸目驚心的戰場數據。烏軍呢已經有近這個20萬人擅自脫離崗位棄戰離崗。國內呢200萬的適齡男性想盡一切辦法逃避兵役。那麼這個國家國防預算呢更是出現了3000億格里夫納，就大概約合69億美元這個巨額的缺口。前線多地的這個步兵營是吧，僅剩幾名士兵堅守陣地，部分戰區部隊實際的戰鬥力僅達到標準編制的30%到50%，兵力短缺，資金耗盡，軍心渙散，就是當下烏克蘭當局最真實的窘境嘛。與此同時呢，俄羅斯的態度也在悄然的發生轉變今年的5月9號，俄羅斯勝利日閱兵結束之後呢，記者會上，俄方領導人明確表態，不排斥與烏克蘭領導人面對面的會談，
會談地點既可設在这個莫斯科，也可以選擇第三方的中立國家。而早在4月22號呢，這個俄方發言人呢就提前為這份和談誠意劃定了一個底線，雙方高層會面只有在談判協議基本敲定這個進入最終確認環節的這個前提之下，才有一個實際意義。簡而言之吧，俄羅斯呢願意坐下來談判，但是前提是先拿出成型的談判基本框架，他拒絕這個無意義的空談。烏克蘭這邊呢，雖然一直口頭表態願意和談，卻始終沒有邁出任何這種實質性的和談的步伐。那麼至於歐洲各國呢，對烏克蘭的支持呢，你看從頭到尾都是精打細算的利益的權衡。歐盟呢，今年剛剛通過這個900億歐元的對烏的資金，是援助貸款，而非無償的捐贈，是援助貸款，並非無償的贈款。這筆錢呢，主要用於烏克蘭政府的日常的運轉、民生保障基礎設施的修復，這些地方它要填的窟窿不少啊。真正能用在軍事上的，我認為其實最後沒多少了。而眼下呢，美國對這個烏克蘭的援助政策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美國政府呢，2027年的預算當中，直接將對烏克蘭的這個援助的撥款歸零了。顯然，美方的態度已經很直白了，停止無償援助，敦促基輔簽署停火協議。這已經是美國公開的一個政策方向，原因也不複雜啊。美國現任領導人呢，要在中期選舉當中，年拿得出手的這個外交成果，而且呢，華盛頓呢也越來越清楚和中俄等大國保持這個可控的關係，比沒完沒了的支撐一場代理衝突是吧，更符合自身的戰略利益。這也是美國主動推動這次訪華，想在多個議題上和北京協調的一個根本的原因所在。好，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也希望各位呢點個關注，同時呢將這期視頻呢轉發分享出去，讓更多朋友能夠看到。我們下期節目再見。